大家好，我是群主，欢迎来到我的参数分析节目。今天讲一款搭载了5070钛独显的高性价比游戏本，来自于神州的战神战神 T10 Pro 这个型号。那么对于很多不太懂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5070钛是一个比较高的显卡了相比5060要高很多。然后呢，价格往往出现在万元的游戏本当中，怎么会是高性价比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补贴之后7760补贴之后7760，搭载5070钛的游戏本当中，它就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吧，对吧？那么在一线大牌当中，这样的电脑通常都是卖1万多的所以说它是主打一个高性能、高性价比但是呢，肯定是有所取舍的，对吧？那么它的配置是 i7 14代的酷睿 i7 14700HX， 然后5070钛显卡，然后也是给到你一个什么版本呢？32G 的版本，主打性价比它不像别的品牌抠抠搜搜的给你个 16G， 它直接按照这个价格7760直接给你 32G 的版本。那我就把这个7760的价格挂到评论区的置顶，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我觉得在5070钛的独显本游戏本当中，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就来看看它的配置、硬件规格到底是不是很有性价比，值不值得入手，对吧？那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外观嘛这个机器呢，仍然是一个比较厚重的机器光是电脑就有 2.7 公斤然后它还有个电源适配器嘛，那个电源是大概900克这样的话一共是 3.6 公斤。如果说你要背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一个像支持 PD 快充的这样的话出门在外一个充电器就可以了。那么像它这个大充电器呢，就适合固定办公或者固定打游戏的位置上去使用，就不要带在身上了，要不然 3.6 公斤太沉了光电脑就是 2.7 公斤这一点游戏本厚重一点也是正常的它属于厚重型的机器。然后还有一个点需要注意一下这款电脑屁股也挺大的，它不支持180度开合，它只能开到这个角度经过实测大概是140度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是只能开到这么多了它就不能180度完全展开了。那么介意这一点的人需要注意一下。那坦白说，它不是一个商务本吧？这不是不算是一个特别需要取舍的点吧？只能说是一个小点那么接着往下看外观就说到这里因为这个审美的东西见仁见智7、8千块。它是用的一个全塑料机身A、C、D 面都是塑料就是不是金属机身的。那么我认为在5070钛的游戏本当中，它采用这样的一个全塑料方案呢，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其实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只是说它用的这个塑料机身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它不怎么沾指纹这也算是一个优点吧。但是对于一个性价比机器呢，舍弃外观和质感可能也是有必要的，对吧？好，那外观呢，这个材质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接着看它主要的这些配置这些总结我们就不说了这些总结像什么铜管散热这些东西我们后面都会讲到。我们直接看大图宣传。首先呢，它宣传就是这个5070钛独显，就不多说了它是一个140瓦移动端的一个满血的一个动端一个满血的，就不多说了。5070钛你打什么黑神话呀，很多游戏都能玩比较流畅了要比5060高一个级别。显存12个 G 的显存也更大，不会爆显存了基本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他说完这个独显之后，他告诉你有什么独显直连混合模式，这个都很正常嘛，有集成显卡的模式对有独立显卡的模式。然后我特地问了一下客服它这个显卡模式呢是不能热切换的是需要重启的，因为它这里没有直接写，我特地问了客服是不支持热切换的，需要重启那么这里我就说一下好，那么它接下来宣传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块屏幕16:10 2K 屏他说 2.5K 就是反正就是 QHD 加的这么一个水平吧就是 2.5K 分辨率很高，清晰度很高画面还是很细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块屏幕呢，其实是有混用的情况的。目前很多做测试的机器呢都是华星光电的屏，那么后续是不是都用一样规格的屏幕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呢？有的它是100% sRGB 的这个色域效果比较好，有的呢支持 P3 广色域但是官方宣传里面只写了100% sRGB， 那也许后续的大量的主要的批次可能主要还是100% sRGB 的。而且这个屏幕呢没有出厂校色，也没有校色文件，也不支持色域切换。那么一些专门做图像处理的这样的专业，对色准要求比较高的这种专业的话，你可能需要再考虑考虑。如果你是把它当做一个生产力工具的话，你需要再斟酌一下，你可能需要自己进行校色。虽然说呢，它其实还有个优点就是它虽然没有这个出厂逐片校色，但是呢，它本身色准还可以。
它在这个100% sRGB 的模式下呢，色准还可以啊，其实相对的比较准了。那么整体屏幕的规格还行，作为一个性价比的游戏本啊，毕竟5070 Ti的机器都很贵，它只卖个7、8千，对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屏幕啊，300赫兹高刷啊，这个刷新率也是很高的啊。它其实用的应该是今年新款的屏幕啊，并没有用什么前年的、去年的那种烂屏啊。屏幕本身规格还可以，但是呢，注意一点，这个300赫兹的刷新率只有在独显直连的时候才能够开启。平时混合模式的时候，它是240赫兹啊，独显直连的时候是可以飙到300赫兹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啊。好，那么接下来他说大容量内存什么放肆使用啊，那么32G DDR5 内存刚才已经说了啊，2个内存插槽它默认就是给你插满的，我们看一下。两个 16G 的啊，默认就给你 16G 的，而且目前啊采用的都是美光的 DDR5 5600兆赫兹啊，16G 乘以2啊，两个 16G 的双通道了，就是 32G 双通道内存，可以充分发挥显卡的性能。那么这一点刚才其实一开始我就说了嘛，它不像别的品牌抠抠搜搜的给你一根 16G， 你还得花300块钱再装一个 16G 组成 32G 双通道，对吧？那么它默认就直接给到你 32G 双通道，是吧？啊，那这一点就给他一个好评啊，给他一个好评。那么他同时说了啊，给你个 1T 的硬盘，在这里啊，这个长这个黑条啊，这个就是 1T 这个预装的硬盘。然后下面其实还有个空位，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空位也是一个2280的硬盘位啊，可扩展啊，可扩展。那么它默认给你的这个硬盘呢，目前啊，就是看到这些实测的，包括一些媒体机啊，他们用的都是一个西部数据啊，就是西数 SN740 的 PCIe 4.0×4这样的一个硬盘规格，其实就是一个中等速度的一个硬盘，不是特别高速的，但是性能也还行，这是它跑分啊，这是它跑分。那么它可能没有做到什么7000、6900这样的啊，但是它也是5000多的这么一个读写的速率啊，5000多啊，5000左右这样的一个读写，其实对于一个中速硬盘来说，它性能还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一点没有给到特别高的规格，但是看它这个价格吧，因为走性价比了嘛，5070 Ti比较贵，也能接受了，对吧？那么这是它的硬盘和内存的情况啊。我觉得主要是 32G DDR5 是比较友好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键盘我就不多说了啊，全尺寸的这个键盘。然后我们具体看一下啊，它的布局还是比较科学的，上下左右是全高方向，有点下沉啊。然后右侧的这个小键盘0。回车加号都是很大的啊，是吧？然后回车 Shift 也都没有太多的缩水啊，也都是完全够用的一个水平。键盘布局还是很合理的。然后它还有这个彩色的灯嘛，对吧 ？RGB 灯，它这个灯的亮度不是很亮啊，据实测，它这个灯的亮度不是很亮，但是已经有了啊，这也是有点炫酷效果的，毕竟是这种浮夸的游戏本嘛，对吧？然后上面这个就是电源键，这个电源键是没有指纹的啊，然后摄像头应该也是没有人脸解锁的啊，应该也是没有的。一会儿我们就看哈，应该是没有的。那么它性价比其他地方能砍就砍了啊，然后这个触控板这里没有居中，是放在空格下方的，这个倒是很常见，但是它这个材质也就一般的啊，大概就是那种3、4千块钱那种办公本的触控板啊，就塑料材质，也没有玻璃的覆盖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键盘的布局还是可以的啊。好，接着往下看，这里呢重点强调它的散热强劲啊，那么它的这个散热规格呢，可以让 CPU 稳定在110瓦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对于很多需要一旦你把它当成一个生产力工具的话，你要跑一些比如说运算、数据、跑模型需要特别强的 CPU 的功耗的话，那么它能达到110瓦还是可以的啊。你看它这里告诉你了啊，从这个 DIC 就是放到桌子上这一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面啊。很多的孔，对吧？都能看到里面了，是吧？它这个孔用来进风的啊，它不是一个内吹式散热，请注意，它不是一个内吹式散热啊。根据它这个也能看出来啊，它是4个出风口，不是内吹式的，左右和屁股那里啊，屁股2个，左右2个，一共4个出风口，它不是内吹式散热啊。然后通过这个图，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下，对吧？看一下这个图，对吧？2个大风扇，它还有什么？6个热管啊。有长有短啊，6个热管，有大有小。那么它是左右和屁股那里出风啊，然后屁股那里还有一些接口啊，一会儿都会说。那么通常这样的模具我都会在节目里提一嘴，对吧？这样的模具在接口这个部分肯定会长期受热的，因为风要从这边出。那么经常受热，长期使用之后，这些接口可能会出现接口不稳定的隐患。那么这只是提一嘴，没关系的，因为很多游戏本
都是这样设计啊，对吧？很多本子都是这样设计的，只能说长期使用的话有一点点隐患啊。那么这都是作为性价比的一些取舍了啊。很多性价比的游戏本都是这样设计的，但是作为做节目啊，都是要提一嘴的啊，都是要提一嘴。好，接着往下看。什么一键强冷这些东西就不说了啊，什么6个铜管啊，刚才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新版控制中心啊，就是可以调性能模式嘛，它告诉你了，可以调办公模式、游戏模式、狂暴模式。那么请注意啊，它这个游戏模式啊，可能对于不懂的人说啊，我要打游戏了，那我就切换到游戏模式嘛，对吧？那其实这个游戏模式的功耗还是有点低的。什么意思呢？你打游戏的游戏帧率，这个游戏模式并不能给你顶满。你想要更好的游戏效果画质这些东西，帧率高一些，你还是得放到狂暴模式狂暴模式。那么借着这个点它告诉你3个模式了，我们就说一下它的性能释放到底怎么样。那刚才它都已经提到它的散热了，对吧？那么包括这个性能，我们就连到一起说，主要还是说它这个狂暴模式，对吧？那么刚才已经说到了。它的 CPU 在这种模式下是可以最高飙到110瓦的，可以满足一些高运算的一些处理工作确实是 CPU 的瓦数还是挺高的那么狂暴模式打游戏的话主要是要靠独立显卡的嘛，139瓦的独立显卡的功耗139.5这样也符合它140的宣传5070 钛的独显是能够跑满的 ，CPU 这个时候是88瓦88瓦90瓦这个水平，那么。CPU 加上显卡大概有227瓦的这样的一个功耗230嘛，你就可以理解为230。那么这样的一个性能释放确实是比较强的那么5070 钛配合 CPU 80多瓦这样的一个水平，确实打游戏的帧率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稳的。黑神话什么的都能够妥妥的玩了，对吧？然后呢，这里就要提一下，它给的那个电源是280瓦的电源。那么 CPU 加上显卡是230瓦的话，加上屏幕加上其他那些零件的功耗，280瓦的电源也是足够的它是不会从电池里面取电的基本上它这个电源能够完美的给它供上电，满足它的性能释放整机也就是说 CPU 加显卡就有230瓦，整机加上那个电源它给到你280瓦其实整个电脑加到一起是用不到这个瓦数的但是它这个电源是给足的是给足的，所以说不需要担心。那么它的代价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个性价比机器了，它不可能什么都完美，对吧？性价比通常这样5070钛的电脑，然后如果它用的是 Ultra 的 CPU 的话通常都卖到1万更多的，对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温度有点高温度有点高，就是说键盘那里呢，中间的位置能到42到43度了。两边还好WASD 这几个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还可以37、8度那中间是能够达到42到43度的。那么此时风扇转的也会有些快风扇的声音会有点大，能够到57、58分贝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声音其实转的声音就不小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风扇的声音比较烦，那你就得戴耳机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建议搭配耳机来打游戏，是吧？毕竟这个很多人对风扇的声音有点敏感，会让人觉得心烦那么这是它的狂暴模式，基本上就是用温度和风扇的噪音呢换来的这样的一个高性能的高性价比的表现，对吧？那么如果有人说我现在不打游戏我想静下心来干点正事儿的话不打游戏了，那么你要切换到办公模式、游戏模式游戏模式的噪音呢都要比这个狂暴模式小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切换模式了，它的风扇声音确实是下降了非常多，就只有40分贝了。比如说你想这个时候不打游戏，用 Office 是吧？然后查资料、上网页、传文件干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到这种低性能的模式就只有40分贝，就基本上噪音控制的还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温度也会下降风扇的转速也会下降。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模式这是它的模式。那么中间这个游戏模式吧怎么说呢？就是游戏帧率也不高，然后你说安静吧，也不是特安静你打游戏就直接换到狂暴模式就好了那么你平时学习了、办公了真的需要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买这个电脑的应该不是用来干正事儿的吧？我觉得大部分买它的什么14代酷睿 i7 配上5070钛，还是以打游戏为主，对吧？那么但是你需要的时候切换到这个模式的风扇的噪音会小很多小很多。那么它的刚才这个风扇包括热管确实是能够压得住它这个230瓦的这个性能释放的只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键盘表面的温度稍微高点，然后风扇的声音稍微大一点那么这就是讲的这个性能释放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他说它的接口丰富其实呢，
我已经看过这个配置了嘛，它的接口也是一般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作为性价比的一个取舍吧啊。这边一个 5G 的 A 口啊，只有 5G 啊，只有 5G， 然后支持对外充电，这个就没什么，就比如说给鼠标充啦，或者给一些手机啊什么的能给充一充啊，就是功率也不是特别高了，这个对外充电，反正这个 A 口只有 5G 的速度不是很快啊。耳机麦克风2合1接口啊，3.5毫米这个啊，然后右侧2个 A 口，然后没有 C 口，看到了没？它这个两侧都是没有 C 口的，而且都只有 5G 的速率，传小文件是 OK 的，传小文件是 OK。如果你要大量的导出或者说比较多的文件数据很多的话，那么这个 A 口的速率不是很高啊 ，A 口的速率不是很高，是 5G 的。那么屁股这里有一个 C 口。屁股这里有一个 C 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C 口3个 A 口，对吧？那屁股这里这个 C 口呢还可以啊，有一个优点啊，一个是10G 的速度啊，就是正常你要是传一些比较多的文件的时候啊，那我就建议你用这个 C 口往外导出啊，导入导出的啊，这个速度能快一点啊，10G 的。然后呢，支持一个 DP1.4 的核显输出啊，外接显示器嘛啊，核显输出外接显示器，然后还有一个 PD 140瓦的快充，请注意这个140瓦不是私有协议。是公有协议，就是只要支持 PD 140瓦的充电器，都能给它进行140瓦的充电，用这个 C 口。那么这一点还是比较良心的，对吧？相当于一个比较全功能的 C 口了啊，但是它就没有雷电的那种速度了，只有10G 的传输速度，然后 DP 1.4的显示器的速度啊，然后支持 PD 140瓦的。公有协议啊，就这个是个好评，也就是说出门在外一个充电器就行了，对吧？但是你那个功率也得够高啊，那个充电器也得有140瓦才能实现，对吧？那么 RJ45 的这个网口呢，不是那种 2.5G 的啊，这个网口是正常的一个普通的千兆网口而已啊，千兆网口。但是你打游戏啊，用这个电脑打游戏一般也够了啊，只不过它都不会给你最高规格吧，因为它走性价比了嘛，这个机器5070 钛确实贵啊哈。然后 HDMI 2.1这个是一个满血的。是一个能够独显输出的啊，独显输出可以接 4K 的高帧率显示器的啊，可以接 4K 显示器的这个东西。然后专门一个 DC 电源接口，还有一个电池状态一个亮灯啊，就是电池的亮灯。接口不是很多啊，主要是 C 口太少了，只有这么一个，还是放在屁股上的啊，那外接显示器呢，还是能够满足的，对吧？外接显示器都是能满足的。A 口也只有 5G 啊，耳机也是只有耳机就是 3.5毫米一个2合1的还可以啊，2合1的还可以，行吧？那么接口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官方给到的信息到这里他就已经说完了，还有很多细节他都没讲，对吧？还有很多细节没讲，是吧？那么这里有一个最后放在它，你看放在它最后这里，很多人都注意不到啊，63瓦时的一个电池，那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电池比较小。如果你不插电就是你也不像那些搞测试的，他们搞测试的我每次节目里都会讲，都是把屏幕刷新率调低，亮度调低，性能调低然后放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还行的视频，是吧？不是特别高清码率的一个视频，然后或者说模拟一下 Office 这些办公，大概能他们测出来大概都是5个多小时。对吧？那么很多人觉得5个多小时游戏本也行是不是？那这是不懂的人，对吧？那么实际上不插电它也就能用2个小时。不插电，你正常不调低这些性能的话就只能用2个小时了。打游戏都不见得能撑这么长时间用那个狂暴模式的不见得能撑这么长时间。反正这个电池确实是小了，那么也是为了性价比做出的取舍，对吧？那我就不建议大家什么办公学习背出去用了，对吧？那我就是建议大家正常就是插上它这个电源连着它打游戏用吧这个电脑也就是纯打游戏了，别把它当什么生产力工具了。除非说你是固定在宿舍里空间受限制你就拿它当个生产力做这个运算呢也是可以的。好了，那么关于硬件配置官方的介绍就到这里那我们还可以要补充一些他刚才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的点电池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这里请注意，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 WiFi 7的一个网卡。目前很多用测试的那些机器，包括一些做广告的媒体机他们搭载的都是英特尔的 BE202 的 WiFi 7的网卡。那么这个规格是高的，是用的最新一代的网卡但是有的人会怀疑他后续的批次还会不会用这么高的网卡，会不会换什么小螃蟹啦，换不换联发科之类的，这个不好说，你知道吗？就是目前它官方宣传的都是WiFi 7我们看一下前面它一开始就提到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后面它这个广告宣传页会不会改，
但是它这里明确告诉你了，看到了吗 ？WiFi 7蓝牙5.4顺畅网络体验，它给的规格是高的啊。很多人现在实测出来的，包括已经有的到手的，对吧？就是这个网卡是BE202的一个 WiFi 7的一个网卡，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规格。这是目前我要补充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它你看电池，我刚才说到啊，小电池旁边1个2个扬声器，这个扬声器的单元不大哦，这个扬声器单元就是一般的水平啊，它的音质音效的表现，你可以理解为听个响啊，你可以理解为听个响，就是你就不要对它的什么音质低频呐、听音乐这些表现有过高的要求了，包括什么看影视剧，就是一般能用啊，一般能用的这么一个听个响水平，对吧？那它的这个配置呢，卖点呢，君主就给大家讲完了，对吧？可以说在这样的价格之下，对吧？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7760。这样的价格之下，5070 钛的独显加上14代酷睿 i7 这样的一个组合，确实是为了性价比呢做出了一些取舍，优点缺点都非常的明显。我觉得我已经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啊，比较清楚。那么它的缺点是不是你介意的点？那么它的优势是不是你需要的点？这个就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可能冲这个机器买的人啊，就是为了这个5070 钛，对吧？那还能图什么？就是为了打游戏，然后手上又没有那么高预算，又想用5070 钛啊，玩游戏画质高一点，那么风扇声音大一点就大一点吧，对吧？接口少一点就少一点吧，反正3个 A 口啊，平时干什么传个文件也都够了，是吧？然后屏幕素质呢也不低，虽然没有出厂校色，但是不用校色呢，本身色彩表现也还可以。那机身是塑料就塑料了，对吧？我也不是说走性价比嘛，我还要什么全金属，对不对？啊，电池小点就小点吧，对吧？反正我是主要插电源用它打游戏嘛，是吧？然后不支持热切换，重启一下就好了，这都是追求性价比的用户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些点啊。那么如果说你对品质要求比较高啊，包括品牌价值了，包括售后服务的保障了这些东西，你可能还是会选一线大牌，是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售后服务啊，就在这里。主要的零件都是保2年啊，主要零件保2年。然后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点，电池只给你保半年啊，别的品牌都是保1年啊，别的品牌都是保1年啊，对吧？它怎么就给你保半年呢？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少啊，应该也是跟别的品牌应该拉平才对啊，也应该都是保1年的，是不是？那别的像什么 CPU 硬盘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保2年啊，屏幕这些东西啊，那这些都很正常。就这个电池啊，你不能因为电池小，你不能因为电池小连这个时间都砍了啊？难道说这个神州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吗？啊，如果你们很了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弹幕上打一打，对吧？那么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还行，一般电池也不会半年多1年就坏吧。反正它这个电池确实不大啊，确实不大，但我觉得也无伤大雅啊，无伤大雅。我觉得走性价比这样的一个机器还是可以入手的，因为你确实很难找到比它更便宜的，是吧？就是5070 钛独显能够有230瓦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只能说你需要取舍的东西比较多啊，你需要取舍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吧，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啊。你买5070 钛，对吧？你基本上其他东西能砍能省就省了啊！而且我们注意到的是，它这款电脑在核心上，比如说游戏的体验上，给到你一个不错的网卡，保证你网络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看这个网卡也并没有放在出风口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的网络平时应该还是比较稳的，只要它天线设计没毛病啊，只要它天线设计没毛病，那么这个网卡是性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后续的批次会不会同样的规格不好说，对吧？但是现在官方宣传的就是 WiFi 7蓝牙5.4，那么蓝牙鼠标了、蓝牙键盘、蓝牙耳机了都可以完美的支持，对吧？那么其他地方。就 A 口，你看侧边这2个，然后这边就1个 A 口，唯一一个 C 口是放在屁股这里的。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能接受啊，很多人也是能接受的。基本上在游戏性能这一块，它并不会舍弃什么。主要的就是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质感上的啊，就是包括用来做生产力的话的一些功能，可能你会觉得不够满意。但是主要纯打游戏的这些人，那么它的配置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吧？那么这就是这个神州战神了啊，这个战神。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啊。如果大家觉得对你们有帮助，点点赞，点点关注，分享给更多人看到，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